来吧，新闻剧，今天我们来玩亿万天开出品的这一款游丝。这一款吧，首先我最想吐槽的就是这个说明书啊，这啥玩意儿？你看前面这还好啊，1、2步骤，第2页直接就跳到了13步和14步，这乱七八糟的，这41，哎呦好，27啊好，就感觉装订的时候这弄错了吧？而且变形指示其实说起来变得不是很详细啊，也是自己得琢磨半天，嘿嘿，没啥卵用啊，这说明书扔掉吧。来看玩具的本体，以美军ER华级战列舰为原型创造的这一款可变形的机甲，那整体的配色方面也是红蓝相间，像极了美国的那个星条旗的底色。当然，现在上面还有一些洞口啊，需要我们继续安插这些配件，等到了船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展示吧。倒是身上有一些双联装的副炮已经安装了上去啊。头雕方面来说，圆圆的脑袋也是红蓝相间，用金属漆的这种电镀效果点缀出来的眼睛，还有脑门的地方也是很闪亮的。武器的尾部这里有强力磁铁，头部里边安装2枚 AG0号的电池，触碰就可以发光了。当然，这个的发光我们得把灯光调暗一点。脑门上面的这个透明零件其实跟眼睛是贯通的，但是因为眼睛的这个金属的电镀红漆啊，涂的有点太厚了，其实这个发光的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。除此之外，配件里边还有一个这样的尖刺皇冠，我们把它戴上。作为白鹰阵营的象征，头上的这个金属涂装的刺刺也像极了自由女神像的那种造型。不过戴上以后多多少少会阻碍一些活动范围啊。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左右的活动没有问题。后边这里也有2个双联装的副炮。肩部这里的细节，装甲的涂装刻画，蓝色的金属漆面很漂亮。360度旋转胳膊，平举，甚至还能借着肩部的一个变形关节再往高举一点点，大概到这个角度。2头肌根部左右旋转。手肘2段关节的折叠，手臂这一块用零件的堆叠隐藏盖住了，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头胶空洞。手腕360度的旋转，而且有一个前后的活动范围，全指可动的手。胸部这里因为有一些副炮还没有装上去啊，它用了上边的这个箭导位置，还有上边的雷达天线作为了胸部的装饰。侧面这里的腰部装甲也有着不错的线条刻画，独立的弯腰关节能活动一些范围。左右旋转，虽然做不到360度，摆一些造型倒是够用了。背包的造型用了剩下2/3个箭导堆叠起来的，如果把这些副炮、防空什么的全插上以后，效果应该也是挺好看的啊。屁股后边会耷拉着2块很大的裙甲，侧裙甲这里406的主炮，两边一边一个。胯部关节前踢踢得很高，后踢也不会干涉。这里边是一个磨盘转动的双关节，所以范围还是挺大的。把这个双关节下拉，侧抬也可以抬到一个挺高的幅度。大腿根左右可以旋转，膝盖这里的弯折也是2段关节，活动范围很大，并且里边还有一些银漆点缀的液压细节。大脚板整脚的左右接地，前后活动范围并不是球形关节，这里边都做了各方向的轴。但是这个大脚底感觉脚丫子的造型有一些扁，底下是合金的零件。这款的合金件分布也主要是在一些危险的关节上边，所以其实本体并不重，看起来个头很大，拿起来的手感方面并不是特别压手。武器方面，2柄很美式的2战冲锋枪，下边的弹匣可以拔出来，里边的子弹也有刻画，但并没有涂装分色。此外，预定的特点还有这2个巨大的防空炮，这里边的防弹板，容量很大的弹鼓，这2块的握把折开可以双手握持，里边有一些弹簧的刻画。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炮管是可以根据弹簧伸缩的，但这个只是假的造型啊，伸缩不了。其实还是可以把它卸开的。中间这里有连接的插扣，我们把它抠出来。弹鼓可以拔下来，安装的时候嘛，把这个插进去，前后这2个销子对准，一夹合扣住，这里的扳机锁上。单独拆分下来的防空炮还可以把它挂在肩膀上，所以这样才是 U 丝的一个全装形态。
看起来火力还是比较猛的。作为这个系列的特色，预约特点也会带这个娘化立牌，舰娘形态的优丝，穿着非常宫廷化的这种裙子，但怎么看？加勒比海盗的风格啊，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想，夜丸天开啥时候能把这些舰船的娘化形态实体化出来呢？这款的变形结构其实挺好理解的，无奈这个说明书画的实在是太潦草了，有些地方根本画不明白，还有就是顺序的印刷错误啊、装订错误的现象。我们来看小臂的变形，首先我们用这条小臂演示吧，因为这一侧里边有一些造型的零件比旁边的多啊。首先第一步，解锁开这2个侧面的扣子。打开，手腕处打开，接着把带着手腕的这个板子往上翻，全部的腾开空间，这块红色的盖板挪开。注意这一块的根部下方这里有一个活动的轴，尽量把它推到最下面，然后小心边缘这一块的小尖刺部位啊，哎，腾开，哎，挪。手腕咱们往前倒腾一下，顺着这里 Z 字折叠，把这个三角区域给它转出来。这一块的小吊臂立起来，然后根据里边的这个滑道，把它推上去。三角形对齐了，这个时候拳头转到这一面来，我们换一个方向，手指朝内吧，窝进去，这样隐藏好拳头。哎，然后把肩膀立起来，胳膊肘里边有一个双段的关节，往里搓，不要转这一块。好，把它整个的滑进去，往上抬。从上方这里看有一个缺口的面板，把这里对齐，压平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红色的盖板翻回来了。上下这里的扣子锁定住。现在一条胳膊我们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式，把它拧一个90度，立到这面来。后边的红色盖板双关节翻过来，对齐。2条手臂同样的方式变形完成。另外的这一侧就简单很多了，因为毕竟没有干涉的这些炮了，还有后方的这个小支臂。现在我们来拆身体的部分，把这一块的剑导部位打开，下方连接的卡扣。但注意后方这里有一个角度的折叠，把这里全部的让开，折到一半的时候就不要折了啊！哎，把这些放好。后边背包这里有2个立起来的地方，把它挪上来，双关节往起翘一翘，主要是让这2个副炮钻出去这个空间。哎，调，挪开。当看到这2个副炮穿过去的时候，尽量的把这块板子摊平。后边这里中间还有一节，我们把它打开，挪开以后，双关节先旋转过来，中间的这一片再旋转对齐，让这2个副炮顺着中间的凹槽钻过来。尽量也是挪开炮管吧，这里边干涉的，小心别断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2侧的副炮全部转正，这个相当于炮座子啊。好，哎，这样就挪过来了。前方这里90度立起来，对上，然后开始密合中间这些卡位的地方。现在整个的剑导我们就拼好了，通过后边的双关节 Z 字折叠拉起来。干涉的背包和胸甲挪开之后，脑袋180度翻进去，2个肩膀归上来，中间这里所有的插扣进行连接，所有的扣子全部密合拼好之后，注意这2块板件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啊，先扣这一面，两边有2个燕尾锁，再用另一侧落上去，夹住，翻过来。现在的这一座主炮偏着啊，也是为了在肩甲时候放在了一边。老规矩，磨盘转动。我们来看腿部这一块的变形，先把脚丫子里边装甲片全部拆分开，这里下折90度，然后打开扣子，双关节拉松，前方这里双关节拉松。
后面的这一片也拉开，全部炸开的一个姿势，向外旋转90度，再往内收，贴合，把这块合金的角面子贴到内侧这个，然后继续啊，这些都是炸开的状态，先不结合。腿部外侧这里带着主炮的部分，打开下方连接的扣点，双关节折出来，然后我们把这一座炮塔180度旋转，通过里边的双关节翻到内侧去。注意看这个下方有一个扣位，完全的锁在这个扣子上，紧紧的贴在装甲内侧。继续往开打，上方灰色的面板根部是双段关节拉松，红色的面板也是双段关节拉松，里边翻起来这个边缘。好，现在装甲全部是炸开的状态，我们开始结合。第一步，先把这个往前推，灰色的这块甲板扣合，咬住了。这一侧的扣合位点在哪儿呢？翻过来，脚底的这个合金零件侧面的一个扣位，把这里先锁好。接着锁哪一块呢？按顺序来，把这个 Z 字连杆拉到前方去拼好了。上方的这块甲板再往下锁的时候，这两个扣子锁这两个眼儿。前方这里还有一个维度的锁定，同时进行，把3处夹合扣在一起。剩下的就好说了，前面红色的小方块，注意这里也是维度的结合，顺着这个双关节掏着往里插，插进去以后，再把上方这里同时的结合到位。这一片红色同样的道理，继续一层一层的往上锁，也是维度的扣子把它咬住。最后密合这块板子，因为这个地方最后结合是燕尾锁，所以双关节往前搓，扣到位，把燕尾锁插住。当然，如果你是迈克尔贝的粉丝呢，也可以把它作为所谓的美人鱼模式啊，双脚跟这样并起来。接着是这一款的又一个难点，除了这一块舰岛的一个副炮位置让出的干涉之外，这一块的裙甲其实也是挺难扣合的。咱们一点一点的来。首先把这一块腿甲 Z 字折叠拉松，拉松之后啊，上边这里是上下2层的，打开这一块，旋转个180度，挪到这边来。然后单独把大腿往外旋转90度，也就是膝盖先往内折90，大胯再往外折90，这样贴合过来，让红色的面统一在一起。另外一侧同样的操作，把这里先拉松，旋转180度，这一块抠开，先打开它，哎，折，再折，让红色统一到外侧。这个时候打开胯部关节，中间的裆部蓝色零件 Z 字折叠，双关节夹合到中间。我们现在其实就可以把双腿中间这些扣子全部并拢了。侧面的2片裙甲180度往腰部贴合，顺着这个凹槽填平，前裙甲放下来摆摆正。难点在哪里呢？是中间的后裙甲这一块抠着里边的缝隙，把这个很长的搭边扣子打开，旋转180度。接着看里边还有一块横向的甲板，90度把它翻折起来。啊，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朗了，我们要整个的把这3片包上去就行了。但问题出现在看这个夹角处，它是在下方的，这里边有一个锁扣的边，前后这里还有2个插榫。另外的一边吧，还得夹到前面去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，中间的这一片至关重要，很难插。为什么全部都不锁定呢？先把这里双关节腾开更多的缝隙，顺着这个角度啊往下让一下，哎，钻进去它。先锁中间的这一片，它的结合位置呢，还跟这个前裙甲这侧面有一个扣子，把这里结合锁上。好，完全的掐合到位，再往下落这一片，先往前插进这2个插销，再把这一块的扣子往下压合，剑导拉起来，最后再密合另外的一面，顺着这里边的凹槽把它固定住，卡扣结合严实了。
另外呢，刚才我们旋转过来的这一片啊，下方这里还有一个扣子，在隐蔽处啊，摸索一下对准了，把它插进去。而现在呢，腿甲2个主炮啊放在这里边，想起来啥？明和当时的那个5炮连装，但它呢也是可以调整到不对称的居中式啊。下方的扣子拆开，里边有一个双关节的连杆，我们把这一块顺着这一边翻转180度拧过来，再把这个凹槽和轴结合，上面双插扣固定。哎，这个3连装的406就放到了居中位置。好，最后把这块缝隙中间的扣子夹住，偏着的这个炮台啊，老规矩，根据下方的磨盘旋转，往中间挪，这里边是一个双段的磨盘转动，尽量的往中间居中调一下。其实这些406的炮管还是有一定的韧性的，不至于特别容易撇断。哎。那这一块我们也就结合好了，双腿终于扣合完成。这个时候，中间的键导部分 Z 字折叠，对应下方的这些插孔，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，这些扣子还是对的蛮准的。直接一个压，就很顺利的扣合上去。调整一下这些10防9空的副炮，那么这一款ER华级的战列舰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9发406的主炮。相当的壮观，而且身上的各种双连装的副炮也是很漂亮的。不同于之前明和下边的鱼鳞纹啊，这一回ER华级下边是这种方的菱形，支棱起来，但跟明和一样，船底下边这么大一块没有肚。当然，这个系列标志性的地台公文包的样式，人形可以握在手里边，左右的展开之后，里边是支撑的架子。人形态用这个3脚架进行支撑，舰船形态我们抠下来这2个，就可以把这艘战列舰非常漂亮的架在这个地台上面了。船型很大呀，变形完成了，差不多在47公分左右，感觉是要比上一次的明和再稍微长出来一点点的。确实，在历史当中，ER华级应该也是会比大和号稍微大一点点吧。不过目前看起来这款船型还是有一些朴素的，所以盒子里边还带了这么多特效件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整整的2块板件。我们全部给它装饰一下，也是经过了一些简单的小装修以后，这款ER华级的细节就更加的丰富了。舰首的船锚和各种防空的小炮、副炮装上以后，还有主要的3连装炮塔406的特效件，哇，这些细节装上以后还真是丰富呀。战列舰啊，突出的一个就是副炮多，还有一些雷达的细节和上面的救生艇。不愧是战列舰，身上的副炮确实是多。不过10防9空这个东西，你说没有吧不行，有吧纯粹是摆设。烟雾特效和开火特效一装上以后，这个效果就更漂亮了。很可惜的是，战列舰这个作为1战、2战的主要海上输出单位，因为战斗方式的改变，已经被时代所淘汰。这个也是大势所趋。但这些大型的战列舰所呈现出来的设计美学，也是让很多的军迷久久不能忘怀啊。所以一玩天开的这一款尤斯，其实整个的一些细节做的还是十分丰富的。虽然还是那句话，它毕竟是一个变形的玩具，不能和军模级别去相提并论。但是作为可变形的玩具，在身上的这些细节点缀完毕之后，摆放在那里的一个舰船效果也是十分带感的。当然，核心暴露出来，这个就有点欠揍了呀。所以我们把这个炮塔往后旋转，里边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卡槽啊。滑到这里往下压，就可以把这块锁住，然后把这个主炮转一下，相当于把这核心的位置稍微阻挡一些，但是还是会暴露一点点。作为一玩天开的这个设计师啊，每次都会有一些魔改的方案在里边。之前我们说了，他身上的主炮挺多的，开解的过程就麻烦一点了，我们需要一层一层的给它扒皮，全部解锁开之后，把里边的这个旋转180度，翻到外侧来，再回归一遍。
好了，船头的2个主炮我们就全部让出来了，所以呢，也是建议大家在这款变形的过程中，你就考虑好最后我要做魔改形态还是还原形态，不然的话，你来回的拆分这一块还是比较麻烦的。此时在侧面这里还有2个小的方块，我们顺着这个凹槽，把里边的插孔翻起来，就可以拿起这个带弹鼓的防空炮，给它怼在这儿。哎，防空火力不行是吧？那就多来一些防空。哇，你这家伙，根部的这个关节调整的范围还是挺大的啊。当然，你要是觉得后方火力不足呢，也可以用侧面的小扣子，把这2个枪夹在这儿。所以，哎，武装到牙齿的战列舰，你如果觉得前方防御不足呢？把这玩意儿夹在这儿，对吧？正面的绝对防御，哇，这个造型也太扯淡了。那总结一下吧，亿万天开的这一款 U 丝整体的一个质感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，人形有着一个非常特色的美式风格，舰船形态也是尽量还原了ER华级的那个巨大尺寸，还有身上的一些丰富细节，加上了特效键点缀以后，摆在那里放一个场景，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展示。但是这个魔改造型多多少少觉得有点太扯了，做工材质用料这个方面还是不错的，如果你卡扣对准的话，这些缝隙密合的还都是算严丝合缝。最关键的是在变形的过程中，本身这个结构的理解难度不高，有一些地方绊着，这个是很难过去的，需要仔细的抱在怀里，慢慢的调整。舰船形态下要说不好看的，就是船底这一块依旧跟之前的冥河一样，暴露着一个巨大的肚子。还有就是这一块核心的部分啊，人形的脊椎在炮塔的这个凹槽里边有所暴露出来。但毕竟是作为一款可变形的玩具，载具形态能还原出来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已经是挺出色的。那么得嘞，亿万天开的这款 U 丝就是这样了，变形干涉的比较多，稍后我还是会做出来逆变的。